哇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辉，终于来啦！苹果这台 MR 虚拟混合现实头盔 Vision Pro 就是今天主角啦，高达11万的高售价哦，还有它们最高的画质、最强性能的一体机。那包含它使用眼控手势的人性化操作啊，它会不会就是下一世代的 iPhone 还是下一世代的 iPad 呢？今天阿辉不只会跟大家开箱介绍今天这台 Vision Pro 的特色、重点还有优缺点，可以说我是几乎市面上所有VR、AR、MR 产品都有使用过，甚至拥有过之后，来跟大家聊聊 Vision Pro 现在它的优势、还有缺点，还有未来的可能性哦。好，开箱哦，不愧是起售价3499哦，这箱子真的有够大，很久没有看到苹果消费性产品这么大的箱子了。盒装内容在这边，头盔本体哦，它已经预先安装了就是弹性编织的头带，我觉得这次也是最代表就是 Vision Pro 的头带啦。那盒装其实它有直接附上另外一种形式的头带可以更换，这两种头带其实都很有 Apple Watch 的感觉。然后头带本身它有快拆在内部这个地方橘色的一个拉带。它只要快速这样一拉，它就可以快速的拆卸下来，然后一压的话就可以快速装上去，这样子一拉一压安装简单，而且很快速又稳固。那这个弹性编织头带它本来就有弹性的，然后也会有 size 的分别，它右侧还会有一个旋钮可以调整松紧，我觉得算是非常舒适的设计，而且很适合就是你今天躺在沙发上，或者坐在飞机上，躺在床上去做佩戴使用。另外一款头带会比较接近其他产品的传统设计，那不一样的地方，它头顶啊，它是有额外支撑，它是三条线的，那更适合就是长时间使用的情境哦。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特别的。然后电源部分啊，它采用金属材质，这个部分质感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然后跟主机连接的部分是一个旋转式的固定，然后非常快速稳固。那电池跟线材这个地方是你只要用一个卡针就可以退出来。退出来之后，它是有点像是放大版的 Lightning 接头啦。不过目前这就是专用接头，还没有啥重要性，可能看以后会不会有类似转接头的产生。那电池本身上面这是 Type-C 哦，那盒装啊，它甚至有附上30瓦的充电头跟充电线材。那它本身啊，这个行动电源也可以边充电边使用，所以如果你有需要额外的电力不足使用的话，我目前时刻大概可以提供连续2小时的使用时间啦。那如果需要额外的电力的话，那我是其实建议你就是可以直接接着电力使用，或是另外你只要搭配一个30瓦以上的行动电源就可以做使用了。好，那眼罩部分，它这个眼罩部分是磁吸的设计，其实非常好，就是你只要快速可以拿起来。那这个质感非常好，内框甚至是金属的，应该是铝质的吧，非常坚固，而且质感优秀。那内附就会有它的这个软性的一个算是一薄一厚的吧，拉起来给大家看，可以像这样子，有2个眼罩可以做替换使用。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还有一条单独购买20美金的一个擦拭布，那这大概就是盒装内的标准配件啦。好，暂停一下，我现在科普一下，如果你没用过这类虚拟实境产品的话，什么是 VR， 什么是 AR， 什么是 MR 哦？那 VR 是虚拟实境的缩写，那可以简单的说就是你戴着里面有萤幕的头盔，那你可以透过控制器或是体感，然后你看到的就是虚拟的世界，那你就在虚拟的世界里面体验，例如像前几年一级玩家电影中的世界，好像是动漫的刀剑神域啊，这些都是代表啦。那再来就是 AR 是真感实境，它其实透过像是头盔或是眼镜，它常常做成像是传统眼镜的形态真实世界中去加上虚拟的事物，宝可梦 Go 啊，魔物猎人闹，它其实有点像是透过手机萤幕去搭配来做一个低配版的 AR 真感实境。VR 就像观落阴啊，AR 就像是阴阳眼走在路上活见鬼的感觉，这样应该大家可以比较容易理解。那 MR 呢 ？MR 其实字面意义就是混合实境，也可以说就是前面说的 VR 跟 AR 的体验整合在一起。那也可以说它的差异就是 VR 是全虚拟 ，AR 是现实加虚拟，然后混合在一起。那尽管苹果其实一直都没有把 Vision Pro 定义在AR、VR 还是 MR， 可是我觉得它其实就是目前Vision Pro 可以说就是现在最顶尖的 MR 一体机，它是利用头盔上非常多颗的镜头，总共有6颗。镜头去做外界画面的拍摄，然后你拍摄到现实中的画面之后，在头盔中显示几乎没有任何变形跟高清晰的画面。那再透过它运算跟程式虚拟去互动产生 MR 现实加上虚拟的结果。所以第一个重点，我们今天要介绍 Vision Pro 它的优点跟特点就是它的画质极好，非常好。官方数据啊，它双眼的萤幕显示解析度总解析度大概是2300万，反推啊，目前估计推测它单眼解析度应该是3600×3200解析度。
我们常用来评估 VR 解析度的一个规格是叫 PPD 哦，每角度的像素。Vision Pro 大概是35，那如果我们之前介绍过影片的 Quest Pro 大概是19，大家非常评价非常好的 Quest 3大概是22。尽管我觉得离完全让人眼看不出来的程度，它还有不少进步的空间，但是可以说它是明显优于现在所有消费性 VR 跟 MR 头盔设备的品质。举例来说，是如果你有用过 Quest 3的话，它的感觉像是在1公尺处看一个27寸的 720P 或是接近 1080P 的萤幕。那如果 Vision Pro 呢，它就是有点像是看 2.5K 的一个萤幕那这个画质的好坏算是差了非常非常多的。那再来就是你戴上了 Vision Pro 之后啊，除了画质好就是第一个印象之外，整体的顺畅度跟直觉迅速的操作也是这个整个体验非常好的重点原因那机身上他们是内建了2组的高解析度的主相机，还有6组用于定位的外部镜头在这个外侧的地方。那头盔内侧它有4个镜头用在做眼球的追踪，并且具备像是True Deep的景深感应器、LiDAR 的扫描仪，还有4组怪气感应器跟闪烁感应器那它有采用就是笔电等级的 M2 处理器，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就是把一台 M2 笔电的性能放在你头上，然后还有专门用来处理镜头跟麦克风的 R1， 这样双晶片双处理器做协同作业。这也就是让 Vision Pro 它整个控制你在戴上去之后，它其实控制的时候是非常高科技的，用眼球追踪去搭配手势控制。所以 Vision Pro 的配件，你刚刚看我介绍半天，它没有传统 VR 设备的手把控制器、摇杆都没有。那你只要按一下它头盔上面按钮，就可以叫出程式的选单，然后你接着你就是你的眼球眼睛去看哪里就选择在哪里，你的眼睛就是滑鼠，然后你接着你只要手指头捏一下，像这样捏一下就确定。你的身子你不用抬起来，你也不用手这样滑动，就是轻松放在大腿上面桌上，然后就捏一下就确定。所以就像这样子，玩游戏、看影片，然后看网页、看影片，就这样就可以了。那实测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精准，甚至你要做输入的文字的时候，键盘你只要看着文字，1、2、3，然后 A、B、C， 你只要看着字母处捏一下就可以输入了。这就是阿辉现在我用过，我觉得最轻松、最直接、直觉的一个虚拟实境控制方式，没有之一。不过也要趁机说，这样的方式其实很直觉，但是其实有点激进所以要注意，目前会有一个使用上的情况，就是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使用还好。如果你要跟你的朋友或者家人共用一组 Vision Pro 的话，可能每个人的像是眼睛的位置、脸型位置的不同，都可能会影响定位控制的精准度，所以你有可能就是需要去做定位的重新校正。那再来就是游戏，目前也是用手势去控制像阿辉现在我就装了音乐游戏跟大家熟悉的切水果忍者，都挺好玩的。但是未来说是可以开放像是使用游戏控制器，例如 PS5 的控制器或是 Apple TV 的遥控器吗？如果这样子的话，可能未来会有更多应用可能性，因为目前就只用手势的侦测跟眼控。那我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选项。大家可能会问使用起来很直觉，用起来会真的简单吗？所以它会整理了所有的使用方式。我大概念可能觉得很可怕、很复杂，但是其实大家在第一次使用 Vision Pro 的时候，它系统就会带你做教学跑一次。我说真的是挺简单的。你现在第一个开机的时候，你只要按住这个控制旋钮，它就会做自动的一个瞳距调整。然后你任何时候按一下这个控制旋钮，就是呼叫 Launch， 有点像是首页啦，就 Launch Pad 的这个启动程式页面。那你长按这个控制旋钮，就可以重设位置的画面。然后在这边旋转这个控制旋钮呢，它可以调整真实跟虚拟的一个沉浸感，那就算是非常直接的一个选项。左边这功能键单按就可以拍摄立体照片，然后长按录制立体空间的影片。那你在这个使用中，任何时候你就是眼睛看哪里，它这个项目高亮度变亮变大之后，你就只要拇指跟食指捏一下，左手右手都可以捏一下，就是确认执行。然后你任何地方你捏住上下左右就是卷动页面或是拖动，下一页拖动页面都是。那在程式的底部会有个 bar 跟一个点，你看住 bar 再去做拖拉就是移动视窗。看住旁边的点出现叉叉，按一下就是关闭程式。画面右下角就会有一个调整视窗大小，你接着可以直接拉住去调整画面的大小，从你想要多大多小的萤幕都可以。那你最后就是比较进阶功能，你只要脸部不动，然后眼睛看画面底部，会出现下拉选单之后，一样按捏一下确定，就会出现快速选单，像是萤幕录影、像是投影画面都可以。那实际上使用，其实你看这些选项有点多，但是用起来其实很直觉，而且定位我要说超级精准的那你整个画面视窗，例如相片程式，例如影片播放，
你的视窗拉到哪里就是放到哪里，就是会自动定位，而且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抖动跟不稳定的情况，而且位置会依照你的空间去做定位。你拿下头盔去睡觉，在下次使用的时候依然是你的上次使用的画面位置。那你可以想象现在使用的情况，有点像是你整个空间、整个房间到处都是虚拟的萤幕，或是你可以有无限个 iPad 的应用程式。那我在自己使用中，娱乐效果是非常非常优异的，像是效果最令我惊讶的其中之一就是还有 3D 影片。其实 3D 影片不是什么新东西啊，之前就有 3D 电视，或是你去电影院看都有 3D 电影。但是因为它的原理其实就是戴偏光眼镜或是快门眼镜的方式。那过去看 3D 电影都会有情况，就算去戏院好，它就会有点黑黑暗暗不亮的感觉。那现在用 Vision Pro 看 3D 影片是真的效果好又明亮哦。那我实测的话，在 Disney Plus 跟 Apple TV 上，现在就有不少的影片有支援 3D 播放了。可惜侧录是没办法录制出来给大家看到效果啊。然后包含着它的内建喇叭在这个地方，两侧有内建的一个扬声器。那有点意外是声音非常好，甚至有支援空间音讯，所以佩戴的时候立体感其实远超过大家或是我自己的想象的。那当然你一样可以配合像 AirPods Max、AirPods Pro 的蓝牙耳机使用也可以。那蛮有趣的是，因为它在这边可以调整沉浸的模式。那有些应用程式，例如像 Disney Plus 里面还会提供一个沉浸体验的观影环境。你可以在其中选择，例如你在一个按键就变成你在复仇者大楼里面，或者像是星战的世界中看电影，这也是我自己用起来蛮有趣的一个功能。OK， 然后这边刚刚有讲到了，左边是头盔的按键按钮，你可以直接使用 Vision Pro 去拍摄 3D 照片跟影片。你按一下就是拍立体照片，按2下就录影。你也可以使用像是 iPhone 15 Pro 跟15 Pro Max 更新后，它现在可以录制 3D 影片，他们叫做空间影片吧。这边会有实际拍摄家里的小菊，真的超可爱。它的这个混账臭脸有够立体的，而且看到毛发都非常栩栩如生。其实这边想到有点小小心酸，有点觉得可惜，因为我妈妈去年才刚过世不久，来不及在她生前用这个最新科技记录她的 3D 的画面。我就想起来还是觉得有难过一点。好了，回来说开心的功能，苹果生态部分 Vision Pro 整合起来是非常大的加分，像是跟 MacBook 啊他们笔电直接结合，实现了超大的电脑萤幕哦。Vision Pro 跟 Mac 电脑的萤幕整合，我觉得它功能非常简单又粗暴而且非常实用。现在马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那在其他的头盔上面，像我之前介绍 Quest 3，其实你也可以类似安装 VD 啊，或是其他软体去实现，就是有类似的多视窗功能。不过除了画质差异之外 ，Vision Pro 整合起来，这真的是极其易用跟完美。你只要戴着头盔，然后看着你的 MacBook Pro 的萤幕，它上面就会出现一个 Connect 的按钮，那你接着按一下，一按它就是会快速连接，出现一个 2.5K 解析度的大萤幕啦。那你搭配 Vision Pro 应该是目前这类头盔最好的显示效果。你大致上可以感觉到，就是你眼前是一个32寸 2.5K 解析度的萤幕，而且非常清晰。当然大小只要你想要，你都可以自己调整大小。你要用你的 Mac 去搭配100寸的萤幕也没有问题。那目前我用起来缺点其实真的要说，就是它现在只能产生一个萤幕啦。不过如果真的要这样说，是无论画质还是使用体验方便性，就是目前最强没有之一。对了，然后在人机互动部分啊 ，Vision Pro 其实做了非常多跟相对其他厂牌更多的功能，像是它的头盔前方这边是一片曲面的萤幕，它是用来显示跟人的互动。像我前面说的，右边这个旋钮，你可以直接调整真实跟虚拟沉浸的程度嘛。那这时候如果你在其中看沉浸的影片的话，那如果有人靠近你的时候 ，Vision Pro 就会自动侦测，而且你可以逐渐看到这个现实世界中人的样子，它会从画面中浮现出来。而且接着呢，在这个前面萤幕，它会出现你的眼睛，对，就是我的眼睛。用这样方式，你可以直接看到对方，对方可以看到你的眼睛，让人可以有更好的互动。不过想想前面这个萤幕主要功能就是这样，显示你的眼睛。我想想哦。那说是把这个功能拿掉，要便宜1-2万块，好像更好在一开始你设定 Vision Pro 的时候，它就会叫你拿着你的 Vision Pro 去用你的全脸的，所以你在它的系统中是会有做一个虚拟的重建的数位的一个脸型啦。那这部分其实你跟你朋友用 FaceTime 就可以了你可以2台 Vision Pro 直接对打，就会是2个虚拟的人像，2个人会直接去做互动。那如果是跟
iPhone 的使用者直接互动化，你就会在 Vision Pro 中看到对方的前镜头，那对方也会看到你的虚拟人像，而且它是有完整的、非常精准脸部追踪的，因为它头盔内侧是有多组的镜头去侦测你的眼睛跟你的脸部的肌肉动作，那这部分其实是还蛮实用、有效果的啦。好，最后结论哦，结论一下，我顺便提一下跟其他产品的优缺点的对比啊。首先它的优点，我觉得最明显就是，如果你跟现在最流行的 Quest 3比的话，重点第一个就是它画质非常好，有点像是 Quest 3是 720P， 它是 2.5K 甚至接近 4K， 大概会是这样的感觉。那不管是真实世界穿透的拍摄效果，或是说你在画面中看影片的效果，都是非常优异的。更不用说，现在 Disney Plus 已经出了 3D 影片版本，然后 Apple TV 上面有非常多 3D 影片上架，它画质是非常优异的。画质好之外，比较惊人的是，你可以看到我这边示范的影片，我把我的手机跟我的手放在我的胸前。那过去如果是其他的，不仅是 Quest 3，几乎所有的 MR 头盔，它在看广角部分其实都会有严重的变形。但是我在测试 Vision Pro 迄今，我发现不管是广角两侧，或是靠近身躯的死角部位，几乎都没有任何的变形，这点真的非常厉害。而且它的运算能力强，会让整个定位非常迅速。而且大家注意看，我在画面中的手都是真实的手。然后你如果是在像是我们在示范的恐龙的应用程式，它虚拟恐龙会打阴影打到真实的地表跟桌面上面。然后反过来，如果你可以注意看到的话，如果你的手的背景会是视窗或是画面的话，它甚至会做即时的抠图，真实的手跟虚拟画面是完全叠合在一起的。这很大程度也是仰赖就是 M2 的它的优异性能。可以这样说，如果 Quest 3是过去最顶级的一体机，它的性能大概就是旗舰手机的性能。那现在呢 ，Vision Pro 几乎是把一台 M2 的处理器，就是笔电处理器内建在这头盔里面，性能、定位性、稳定性，甚至是画质都是非常优异于其他相竞争的产品的。甚至它的定价，也有人说它定价11万、10万很贵，但是在这样子画质程度，过去大概相对的产品需要15万甚至更高的价格才可以做到类似的 VR、MR 的头盔显示效果。所以其实画质、稳定性都是它相对于其他厂牌更优异的地方。那使用体验、手势操作部分也是非常顺畅。那当然也有它的缺点，它就是不适合多人使用的情况。如果多人使用，你可能要做重新的校正。好，接着缺点哦。老实说，第一个大家想也不用想，就是讲价格。毕竟10万、11万价格并不是那么好入手。不过我还是想说，价格是相对的。那目前其实我购入的原因，反而是因为它在我要这么好的画质的前提下，它是目前最便宜的产品。讲很奇怪，不过这就是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讲还是比较不容易现在入手价格。那也许合理要降到5、6万块，那也许它未来会推出更平价的机种吧。价格的确是它第一个阻挡大家的原因。那在佩戴舒适度部分，很多人会说，它可能会3D 晕，会没办法长时间佩戴。我觉得第一个3D 晕，它其实已经是目前市面上所有这类产品晕眩度最低的产品了，因为它画质最好、更新率、稳定性都是最好的性能的产品。所以其实相对其他的产品，不管是 Quest 或是其他厂牌的，我可以说很负责地说，它就是最不容易晕眩产品。但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机能或是体质不同，有些人连玩就是一般的电脑萤幕、电视萤幕的 3D 游戏都会3D 晕，那这的确会有这个发生的可能性。那长时间佩戴问题，其实有人说它重量重，像一台 iPad 佩戴在身上，但是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其实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它的重量都会集中在前端，它后面并没有配重。那我可以跟大家这样说，例如像有人说 Quest 3更舒适的佩戴感，那其实我们如果 Quest 3的用户，像我自己的机器，我们都其实会改第三方的配件，像是头带或是电池配件组，其实整个装起来的重量甚至比Vision Pro 还要重，但是佩戴起来其实更舒适。那更多会是一个重量平衡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要更平衡，可以负担这个前面重量的话，它配件中的有上方支撑的另外一款头带，我觉得大家可以优先选择。然后再来就是电池毕竟它现在高性能，所以它电力只有2小时，这也是大家需要考量的一个情况。那相对来说，我觉得它目前一个比较明显弱势，或者说跟 Quest 3比，Quest 3优秀非常多的地方就是它的软体阵容。其实尽管我们会预期Apple 的生态系会有很多软体厂商投入，但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软体算缺乏，尤其是游戏部分。像我现在已经装了切水果，因为游戏好像就没有了。其他的游戏大作呢，会不会有更多游戏厂商加入？那我觉得这部分会是相对目前比较大的问题，而且它本身并没有标准的控制器，不会像是说 Quest 3它是有控制器的。
那说是苹果之后还会有连接实体控制器，推出控制器或是相容 PS5 手把、S8 手把，或是使用 Apple TV 遥控器的可能性了。那这部分我会觉得等今年的6月 WWDC， 可能 VisionOS 在开发者部分的投入情况会是更关注的一个重点。如果你大家要选购只是看片的话，我之前有推荐过大家雷鸟的 Air2 的 AR 影片，因为其实如果你只看电影的话，然后讲这个前提，它的影片的细致度其实两还是非常接近的，但它的价格也是只要1万出头，就差了10倍。雷鸟它就是毕竟只是一个外接显示器，它就只有看影片功能，而且它只有正中间是一个电影荧幕的地方。你这个电影荧幕不能调大小，也不能移动位置，你的眼前有个大荧幕，所以它就是纯看影片 only， 而且也没有像是3D 影片这样子额外的一个选项，或是使用的好处。所以这就看大家的使用情况。如果你只看影片，或是像我之前介绍可以拿来玩 Switch， 那雷鸟其实是一个便宜且也非常轻便的一个选择。那相对来说 Vision Pro 你来看3D 影片非常好，但是只拿来看片的话好像有点浪费，就要看你自己的取舍了。那最后也再补充一下Vision Pro 在台湾使用情况，因为其实之前网络上有非常多说不能使用的状况。其实我自己使用之后，当然也是有一些困难要解决，但是也可以很容易的解掉啦。重点就是，如果你要使用 App Store 跟 Apple TV 还有 Apple Music 的话，这几个软体会有锁区的情况。其实你就只要你的 Apple ID 的地区设定在美国就好了，不需要 VPN， 也不需要美国门号，只要修改设定就好了。然后美国账号2段式验证，我实测，你用台湾门号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真的要说台湾要使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需要购买游戏、购买软体、购买电影的话，那这些需要付钱的时候，你就需要美国的付款方式，例如美国信用卡或是美国 PayPal 账号。那如果你是安装免费软体，就没有任何问题啦。这部分一个简单方式是，你可以购买像是 App Store 的美国储值卡，储值进去消费应该也是可以。那这大概就是以上这个我今天实测的结果。那我自己也有购买 Apple TV 的3D 影片，也是在台湾使用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以上这些影片内容啊，有问题欢迎留言。因为 Vision Pro 的内容真的非常多，应该陆续还会有一些实测跟应用的教学影片，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吧。有问题欢迎留言，可以的话我尽量帮大家解答。谢谢大家，拜拜。来订阅一下频道，希望今年快到10万人，谢谢大家，拜拜。